江师姐，这缥缈仙风似乎真的很奇特，还请江师姐详说一番，也好让师弟有所了解。听到这里，楚风已对缥缈仙风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前他还觉得这缥缈仙风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峰，只因这里住着隐士高人，还有秋竹这位东方海域的一大美女，所以才会如此出名。但是现在来看，似乎完全不同。而楚风也知道奇特之处必定有所原因，所以他觉得这缥缈仙风若真的如江婉师说的这般奇特，那此处很可能藏有莫大的机缘才对。其实对于这里我也不太了解，只是听说师尊说过一些，至于它的由来没人说得清楚，只知道此处有着很多特殊之处，甚至能够延长寿命，所以才会被称作是第一奇的。而我听我师尊说，这缥缈仙峰其实更像是一座超大型的封印阵，封印着不为人知的魔物。那魔物不知被封印在何处，但却时不时地投射出一些虚影作祟。而魔物的虚影就是我们之前见到的乌云，虽然那只是魔物的虚影，并且根本无法离开缥缈仙峰境内，但若是放任不管，很可能会让魔物彻底解封。所以缥缈仙峰便需要守护者，负责随时消灭滋生出来的魔物。这个守护者据说是由缥缈仙峰自己挑选的，并且唯有女子能够担当。如今的守护者是缥缈仙姑前辈，相信未来的守护者就会在春夏秋冬4位师姐之中产生。江婉师解释道：“竟然这么奇妙，那么这缥缈仙峰的第一代守护者是谁？”楚风问道。无情师弟是想问这缥缈仙峰的第一任主人是谁？江婉师笑了笑，见江婉师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楚风尴尬地挠了挠头，笑道：“听江师姐这样一说，尽管我还没看到那缥缈仙峰，但已是觉得此处不得了。若真的如江师姐所说，这缥缈仙峰实际上是一座封印大阵的话，那我猜想此处的主人定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大手笔？这样的人物若是不知其大名，也是一个遗憾啊。”这一刻，江婉师摇了摇头。缥缈仙峰传承久远，没人知道第一任主人是谁。不过根据缥缈仙峰上刻画的一些壁画，以及大阵中的一些纹路和符咒来看，缥缈仙峰应该是来自远古。远古？那这样说来，这缥缈仙峰还真够神秘的。我越发越想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模样了。听得此话后，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期待之色。放心吧，缥缈仙峰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江婉师很是自信地笑了笑。随后又赶了一段路程之后，楚风发现竟然再度进入了一片茫茫无际的海域之上。再想到江婉师说缥缈仙峰已经不远了，楚风便不由得觉得缥缈仙峰可能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不过很快的，楚风却发现自己错了，因为那最终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一片茫茫白云。那白云面积极大，并且形态很美，就犹如是无数朵超大型的棉花糖铺垫而成一般。说其实楚风所见过最美的白云也不为过。而当穿透那茫茫白云之后，楚风更是不由目瞪口呆，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那茫茫白云的远处，竟然有着一座浮空山脉。那山脉并非拔地而起，而是长在白云之上，并且这座山脉非常之美，其中山峰无数，更有飞流瀑布，几道飞流而下的得瀑布如同白色的蛟龙一般从山峰而下，落入那茫茫白云之中，溅起大片水花，映出道道彩虹。可是当楚风还在白云下方之时，明明没有见到一滴雨水，这说明那飞流而下的瀑布之水虽然落入白云之中，但却并没有渗透白云洒落而下。浮空岛屿楚风见过，只要加持适当的阵法，其实并不难。这早无极血海就有很多，但是这样一座浩大的山脉浮空而起，楚风还是第一次所见。这需要怎样的阵法来维持？楚风简直不敢想象，只知道那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手段，总之是他所无法触及的。最主要的是，这缥缈仙峰本就建在白云之上，但是此刻他在白云之巅向上仰望，楚风惊愕地发现，在那遥远的天际之上，却还有着朵朵美丽的白云。那天际实在太高，哪怕楚风早就能够御空而行，但是他也知道，以他如今的实力，还无法达到那个高度，并且那些白云虽然缓缓飘动，但却始终围绕在缥缈仙峰之上。这说明那白云也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某种强大的阵法所凝聚而成。不得不说，尽管来此之前已然知道缥缈仙峰的奇特，但是当真正见到之后，楚风还是感到叹为观止。同时楚风也越发好奇，这里究竟是谁的大手笔？这哪里缥缈仙峰？依我看应该叫浮空山脉才对。惊叹之余，楚风打趣的道：“无情师弟可真幽默。”听得楚风之话，江婉师不由掩嘴一笑，随后道：“缥缈仙峰的奇妙可不止如此。无情师弟看到那上方的白云了吧？那白云与此刻我们脚下的白云，皆是缥缈仙峰阵法的一部分。这漂浮于2个天际的白云，会根据时差的不同而制造不同的温度，使得这缥缈仙峰有着难得的4季变化。而正常来说，这片区域常年暖和，春夏秋3个季节倒很明显，但是冬天实际上并不存在。运用一座阵法，制造了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真是厉害。”越是听江婉师讲解，楚风也是惊叹此处的特殊，也越发知道为何此处被称为东方海域第一奇的了。对了，江师姐，这缥缈仙峰不是缥缈仙姑隐居之地吗？为何一路走来见到了这么多年轻的修武者？难道说他们都是为拜缥缈仙姑而来？可是这个数量也未免太夸张了一些吧？突然，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一路走来，他着实发现了不少修武不错的修武者，其中大部分都是武君境，只有小部分才是天武境，并且年龄都不大，竟然没有超过30岁者，这让楚风很是疑惑。起初，楚风以为这些人不过是想来拜师的而已，毕竟缥缈仙姑的如此威名远播。可是越是接近缥缈仙峰，楚风越发觉不对。先不说来到此处，皆可谓是人中之龙，年龄不大，却有着极强的修为。单是这个数量就不对劲，因为实在太多了。
对于楚风的问题，江婉师先是掩嘴一笑，随后很是卖关子的对楚风道：“看来无情师弟对东方海域的事情还真不了解，江师姐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成功的被吊足了胃口，好奇的追问起来：“他们应该都是为武文仙境而来。”江婉师道：“武文仙境。”听得此话，楚风更感好奇：“无情师弟，我不是告诉过你，这缥缈仙锋很特殊吗？而这武文仙境便可谓是缥缈仙锋的代表之一。”江婉师笑道：“江师姐，你就别卖关子了，这武文仙境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吸引了这么多年轻一代的天才来此。依我看，整座东方海域的天才都来了。”楚风站在此处观察，已经发现了不少修为利奥的天才人物。这样的天才，他相信在东方海域也绝对是顶尖的。而此处出现这么多天才，便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那武文仙境应该对年轻一代的修武者有着莫大的好处才对。武文仙境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入口便在这缥缈仙锋之上，只不过这个入口的大门6年开启一次，并且寿龄超过30，随着无法踏入。而那武文仙境之中有着神奇的武文，进入其中可以收集到这些武文，根据收集到的武文录数量，能够在缥缈仙锋的武技殿堂兑换到相应的武技。那武技殿堂内最差的也是7段武技，只要你收集的武文多，甚至能够兑换到竞技武技。竞技武技，听得这4个字，楚风顿时来了兴趣，因为他曾在亚飞的手中见识过竞技武技，知道竞技武技虽然有着反噬的危险，但却也有着非同凡响的威力。虽然楚风所掌握的秘技很强，但是却需要一点一点成长。但竞技武技不能，只要能够修炼成功，就能即可获得强大的力量。所以楚风对那竞技武技可是很有兴趣的。没错，就是竞技武技。竞技武技乃是无价之宝，如今整座东方海域掌握竞技武技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诛仙群岛掌握的竞技武技，也只有最绝顶的天才才能学的。所以竞技武技的价值可是非常之高的。而这武文仙境之中有着能够获得竞技武技的机会，自然让各方势力眼馋。所以每当武文仙境开启之时，各方势力都会派最为优秀的小辈来到此处。不过可惜，至今为止能够再获得竞技武技的人少之又少。就比如上一次武文仙境开启，便只有诛仙群岛的少岛主慕容寻一人获得了竞技武技。江婉师说道：“慕容寻。”听得此这个名字，楚风目光不由微微一闪。来到东方海域，他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而他自然也知道这个慕容寻是何人，那便是要去紫菱的男人。无情师弟也知道慕容寻，说起这慕容寻可的确是好人物，年纪轻轻修为已近逆天，能与老辈强者争锋，是公认的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甚至有人说，慕容寻的天赋已然远远超越了当年临镇东方海域的绝世天才皇甫皓月。不过可惜，慕容寻今年刚好30，已经过了进入武文仙境的限制，不然以他如今的修为，再进武文仙境，相信定然能够获得更大的收获。毕竟6年前的他就已经那般利奥的。提起这慕容寻，江婉师竟然也是赞不绝口，脸上满是钦佩之色。而对于江婉师的表现，楚风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丝毫的怪罪。虽然慕容寻是自己的大敌，但这却与江婉师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女孩子都喜欢优秀的男子，江婉师自然也不例外，这本就没什么错。你再跑，我看你还能跑多远？抓住你，我非打残你不可！可就在这时，自缥缈仙锋的方向突然传来阵阵呼喊，顺声观望，只见几道身影正在急速掠来，为首的是一名身穿布衣，如同乞丐一般的女子。这女子太脏了，发丝凌乱，满身泥土，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澡。若不是她那胸前那还算不错的弧度，相信没人能认出她是一名女子。别看这名女子脏兮兮的如同小乞丐，但却有着天无9重的修为，竟然比江婉师还要强上一筹。此时此刻，她正在施展一种非常奇特的身法武技，向楚风2人的方向狂奔来。而在女子的身后还跟着5名男子，这5名男子的修为可不弱，竟然全部都是武军境，其中4名是1品武军，1位偏胖的男子更是2品武军。这5人的速度极快，尤其是那名2品武军的偏胖男子，速度更是远远超过其他4人，并且此刻也施展着一种不弱的身法武技。在他的追赶下，哪怕那名脏兮兮的女子身法武技再玄妙，可是碍于武军与天武的巨大差异，也是渐渐被追赶而上。还逃？我看你还能逃到哪里去？突然，那名2品武军暴喝一声，一层磅礴的紫色气体便自其身体狂涌而出，是结界，结界之力遮天盖地而来，瞬息便将女子包裹其中，最终化作一道牢笼，将女子关了起来。起初，女子企图运用武技破开那结界，但奈何武军强者布置的结界，其实他区区天武能够破开的，所以无奈之下，他便大声咒骂起来：“该死的，放我出去！你们这5个混账东西，凭什么抓我？我来到此处可是要进入武文仙境的，你们这样对我，违反了缥缈仙锋的规矩，就不怕缥缈仙姑惩罚你们吗？进入武文仙境，就凭你这天武境的修为也有资格。何况你不但制造这些假的缥缈仙令，还敢贩卖我等，害得我等在诸多同辈之中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人。若不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你真当我们是吃素的呀？”2品武军手中拿着一块奇特的令牌，大声吼道：“我只说这是缥缈仙令，可我没说过这与缥缈仙锋的缥缈仙令是一样的啊！况且又不是我非要卖给你们，是你们死皮赖脸非要跟我买的，这关本姑娘屁事！”少女双手掐腰，振振有词的狡辩道：“你还敢顶嘴？我今天非打死你这狗娘养的不可！”似是被女子气得不轻，其中一名1品武军大手一挥，隔空便是一耳光。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面对一位1品武军的攻击，那女子身体微微一侧，竟然闪躲了过去，并且开始运转天力，对着4周高声喊道：“救命啊！5个男人打女人了，大家快来看啊！”此刻距离缥缈仙锋已是不远，
所以天地之间的路人已是不少。听到这样的呼喊，所有人都是不由将目光投射过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见到这样一幕，那名2品武军却是双眼一瞪，冷声喝声：“我乃霸虎山庄少庄主铁凡，此女欺诈我之钱财，我只是讨回钱财，另加以警告而已。奉劝诸位朋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好。”虽然这铁凡话语看似客气，但实际上却满是警告意味。虽然能够来到此处之人修为皆是不弱，但是眼下这附近最强的也不过是1品武军而已。再加上那霸虎山庄在东方海域还算有些地位和实力，所以得知铁凡的身份后，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是不由加快了前行的脚步，没有一人准备管此闲事。眼见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路过之人虽多，但却根本没有人肯来救自己。少女先前嚣张的气焰也顿时不在，嬉皮笑脸的说道：“不过是几颗下品武药罢了，我还给你们还不行吗？我们的武药当然要还给我们，但以为只是还给我们武药就能白白戏耍我们一顿，你可就太异想天开了。”铁凡冷哼一声，随后身形一纵，便掠入了结界之中。与此同时，手掌已是捏在了女子的喉咙之上。这一刻，女子极力挣扎，挥动双手，用力捶打铁凡的手臂，但是奈何却根本无法撼动铁凡，只能感觉那只捏住他喉咙的手掌越来越紧。他不但无法呼吸，甚至感觉自己的脖子都快要被硬生生的捏断，脸上满是痛苦之色。然而，就在女子以为自己将要死去的时候，突然一声轰鸣传来。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气流也是从天而降。这气流之强，将那4名1品武军当场吹出数千米外，就连2品武军铁凡也是面容一变。不过他却并未后退，反而是加强了那捏住女子脖颈的手掌。就在这时，一只手掌却是突然出现，并且落在了铁凡的手腕之上，并且只听咔嚓一声，那铁凡便感觉手腕一酸，不得不放开那掐住女子脖颈的手掌，倒退几步之后，铁凡才发现此刻在女子的身旁出现了一人，而这个人自然便是楚风。你是谁？铁凡冷声高喝，眼中满是敌意，因为他发现楚风虽强，但也不过是1品武军，被一位1品武军击退，这让他很是不爽。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很看不惯男人打女人。楚风微笑着说道，但眼中却满是鄙视之色。与此同时，江婉诗也是来到了楚风身旁，搀扶住了那正急速喘息的女子。你好大的胆子，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竟敢管我们的闲事！而在这一刻，那4名被楚风击退的1品武军已是满腔怒火的冲了上来，并且对楚风发动了攻击。4道攻击虽然皆非武技，但却也不容小觑，毕竟武力的威势可是足以粉碎虚空的。事实上面对那迎面来的4股气息，江婉诗以及那名女子的脸上皆是涌现出了惊恐之色，尤其是江婉诗更是忍不住拉着女子向后退去，因为只是天武8重的她根本无法抗击这股气息，哪怕她动用最强大的手段也不行。这就是天武与武军的差距。而对于江婉诗胆怯的反应，那说明联合出手的1品武军也是嘴角上翘，洋洋得意。但是他们万万也想不到，虽然江婉诗惧怕他们的攻势，但是楚风却丝毫不惧。闻楚风站在原地，连动都没动，只是暴喝一声，一股强大的威势便自其暴涌而出，一层无形的冲击波席卷开来，将那4人吞没。强大的力量不但将他们发出的攻势直接瓦解，更是将他们再度击退。你可真是找死！见到这一幕，那铁凡也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猛然一拳轰出，对楚风出手了。此拳一出，顿时天的变色，单单是威势便将周围的虚空直接震出了如破碎镜片般的道道裂痕。这并非是简单的攻击，而是一种很强大武技。不过就是这样一拳，楚风却依然不惧，单掌握起，竟然同样一拳轰出，并且他没有动用任何武技，只是夹带了武力，是非常普通的一拳而已。2拳相对，顿时发出一声刺耳的轰鸣，荡漾出一道狂暴的涟漪，涟漪横扫天际，上方虚空崩裂，下方海水奔腾，威势相当骇人。而在这股恐怖的威势之下，那铁凡更是脚下一滑，倒退数步。可是再观楚风，却是寸步未移，已然站在原地。怎么会这样？这家伙明明只是1品武军，怎么会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一刻，那先前被楚风击退的4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了楚风的不简单。而那铁凡也同样是面色凝重，很是难堪，冷声问道：“难怪这丫头敢如此嚣张，原来是有帮手，做了亏心事，总会遭报应。既然你敢替此女出头，那你可敢报出姓名？本来你们这样的废物，不配知道小爷我的大名。但是小爷今日心情很好，就破例给你们个机会，都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小爷我叫无情，无门无派一人行，以后想报复就直接找我。”楚风的话语之中满是鄙视之意，他也的确没将这几个人放在眼中。好，你有种，日后有你受的。铁凡被人如此轻视，被气得咬牙切齿，但他也无可奈何，而是转身离去。因为刚刚的交手已是让他见识到了楚风的强大，若是在与楚风交手，他也没把握胜过楚风；若是赢过楚风也就罢了，毕竟身为2品武军的他，击败1品武军这是理所应当。但若是输给楚风，那也就太过丢人。所以他此刻也不打算再与楚风动手。铁凡兄就这么放过他了？将铁凡竟然放过楚风，几位同伴很是不解。天色已晚，再不去缥缈先锋就进不去了。你们总不想在这海上过夜吧？何况那丫头虽然可恶，但毕竟是一个女子，刚刚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若是有人嘴贱，拉来了一些爱多管闲事的人，对我们不利，铁凡自然要为自己的胆怯找借口。铁凡兄说的有道理，这种货色日后再教训不迟。见状，其他4人虽然心知肚明，但也不好驳了铁凡的面子，只好就此离去。这位恩公，你太帅了，为报救命之恩，
小女子愿以身相许。在铁凡等人离去后，楚风突然感觉背后一阵柔软，回头观望，只见那名女子从后扑来，紧紧地抱住了自己。这一刻，楚风发现这女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脏，除了那双大眼睛和那因为笑容而露出的2排白牙后，简直就是一个黑鬼，并且她的黑还不是天生的黑，而是污渍堆积成的黑，夹带着一种臭水沟的味道。不得不说，女子的投怀送抱，楚风没有感到丝毫的舒适，反而感到有些不适，因为她实在太脏了。不过向来彬彬有礼的楚风被这样的女子轻薄，也并没有推开女子，而是大手一挥，把女子给直接甩开了。随后对其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他们贪占小便宜有错，但是你贩卖假的令牌也是不对。此乃缥缈仙锋境内，若是此事被缥缈仙锋的人知道，想必你也要大难临头。所以还是快些离去吧。”对此女说完后，楚风才看向江婉师道：“江师姐，我们走。”江婉师点了点头，便跟了过来。此刻他看向楚风的目光已是多了几分复杂之色。先前亲眼见到楚风动都没动便击退4名1品武军，更是随意的一拳轰退2品武军后，江婉师越发赞叹楚风的强大。同样是师出名门，但是想想他与楚风的差距，再想到当初刚见楚风之时还一副高傲的态度，不免有些惭愧。等等恩公。可就在这时，那名女子却再度跑了过来，只不过这次没有抱住楚风，而是距离楚风1米外停了下来，手掌摊开，将一块令牌递给楚风。恩公，这武文仙境6年才开一次，如今东方海域所有顶级天才几乎全部来此，现在全都在门外排着呢，要一一审核身份，否则根本不让进。你刚刚说你无门无派，我看你恐怕进不去。不过只要拿着这个令牌，您无需排队就可进去，这个不需要姑娘担心了，我2人定然能够进去。江婉师很是自信的道：“你似乎很有自信，想必定然是有所背景。不过缥缈仙锋向来一视同仁，如今这么多人来到顶尖天才来到此处，哪个不是有些背景的？那么多人都乖乖排队，凭什么就让你进？还是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已经事先收到了缥缈仙锋送出的缥缈仙令，能够得到上宾待遇，直接进入？”女子摆弄手中的令牌，很是挖苦的问道。听女子这样一说，江婉师有些动怒，但却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怒反笑，对其说道：“我的确没有收到过缥缈仙令，但也不需要你这个假货。我这是假货，你怎么知道？你见过真的缥缈仙令吗？何况我是送我恩公的，你多什么嘴？”女子很是霸道，竟然忘记了先前江婉师搀扶于她之恩，凌厉的损起江婉师。而在2女斗嘴之际，楚风却在仔细观察这块令牌，发现令牌形状很美，似是一个天鹅的翅膀一般，并且其中蕴含着说不出的奇异气体。虽然外表来看与之前铁凡几人所持没有区别，但是向内观察却有着天壤之别。再看看此女那理直气壮的模样，楚风越加觉得她不简单，于是拦住江婉师，对女子说道：“也好，我就信你一次，希望你不是在害我。”说话之间，楚风便接过了那道令牌。“放心吧，恩公，我怎么会骗你呢？”女子龇牙一笑，竟然还对楚风抛了个媚眼。只是她这副尊容，着实对楚风产生不了任何诱惑力。不过女子也很识趣，将令牌递给楚风后，并没有再过多纠缠，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了。虽然对楚风接过女子令牌的举动，江婉师表示很是不解，但却也没有多说什么。于是楚风便与江婉师向那已经近在咫尺的缥缈仙锋飞去。缥缈仙锋实际上是一座浩瀚的山脉，面积之辽阔，让人叹为观止。但是这样浩瀚的山脉入口却只有一处，因为整座山脉都覆盖了一层无形结界，至今为止没有一人能够破开这结界。要想进入缥缈仙锋，便唯有通过结界入口而入。来到缥缈仙锋的入口，楚风与江婉师发现，的确如女子所说一般，如今此处可谓是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全部都是年轻一代，并且皆是师出名门，最弱的都是天武9重，更多的却是武军。虽然大部分都是1品武军，但是在九州大陆，如同传说般的境界，在这里竟然出现了这么多，并且还全部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者，这足以说明了一件事。先不说九州大陆资源有限，单单是天赋也有着巨大差异。九州大陆的人无法难以踏入武军，与他们自身的悟性关联更大。这也就难怪当初楚风等人在九州大陆那般逆天，但是到了这东方海域，那种逆天的实力却也减少许多的原因，因为这里的人可不是九州大陆那样的庸才。至少此刻出现在这缥缈仙锋的人，随随便便一个放到九州大陆，都可以成为名传千古的绝世奇才。不过这些天才虽强，但与楚风还是有些差距。可是楚风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天赋而洋洋得意，反而是陷入了反思。东方海域的天才已是如此，那么在五之圣土的天才又会何等强大？也许将会远远强过于他吧。也难怪五之圣土会成为修武者的圣地。也许在那些人的眼中，楚风他们真的不过是一群不配修武的废物罢了。糟了，想不到武文仙境开启会吸引这么多人，武军级的天才也就罢了，怎么年近30岁的天武9重也来凑热闹？真以为他们能够有资格进入武文仙境吗？这么多人排队审查身份，排到我们，估计天色已黑，看来只能等我师尊来了。看到这一幕，江婉师也顿时没了脾气。他虽然与秋水福烟来过几次缥缈仙锋，但都是秋水福烟直接带他进入，除了缥缈仙姑和缥缈仙锋上那些身份比较尊贵的人外，根本没人认识他。而如今把守入口的，又只是缥缈仙锋上普通的仆人，他们虽然修为不错，但只是仆人而已，根本就不认识江婉师，所以江婉师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等秋水福烟快点解决那魔物，好带他们进入。铁凡兄，快看，那不是之前管我们闲事的臭小子吗？突然，在排队人群的后半部分，有人指着天空惊呼一声，原来是之前与楚风发生冲突的几人，发现了楚风和江婉师，让他们多管闲事。看来他们今晚要在缥缈仙锋外睡了。
铁凡幸灾乐祸地笑道：“因为缥缈先锋在日落之前就会关闭入口，而算一算如今的排队的人数以及审查速度，他们几个刚好能够在日落之前进入其中。但是楚风与江婉诗若要排队，却已然没了机会。但是如果之前楚风他们不多管闲事，而是直接来此排队，那么如今应该在他们几个人的前面才是，所以他们才会幸灾乐祸，觉得楚风与江婉诗这是活该。你们看，那小子手中拿的是什么？那不是缥缈仙令吗？肯定是那个臭娘们给他的，还真是。”与我们手中的一模一样，这个家伙不会是想靠这个假的仙令混进去？应该不会，这个小子就算再蠢，也不至于蠢到这种程度。铁凡等人看着楚风手中的缥缈仙令，低声议论着：“江师姐，通常来说，缥缈前辈处理魔物需要多久？”天际之上，楚风对江婉诗问道：“这个真不好说，快则片刻，久则数日。听家师说，哪怕缥缈前辈实力滔天，但也曾与一个魔物周旋了数日之久，甚至还是带伤而归。”江婉诗回道：“竟然这么厉害！”听得此话，楚风倍感吃惊。若是江婉诗之前所说还是真的，那么这缥缈仙锋封印的魔物未免也太厉害了一些，只是映射出的虚影都能将缥缈仙菇打伤，那若是本体将会何其强大。吃惊归吃惊，但是这种事也不是楚风这种修为能够插手的，所以对江婉诗道：“江师姐，那这样说来，还不知道秋水前辈什么时候能回来。若是他今日不回来了，我们岂不是要在外面住一晚？”江婉诗犯起了难，但他也的确不知道秋水福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依我看，咱们不如试试这缥缈仙令。楚风笑着拿出了手中的令牌。楚风师弟，这万万不可！难道你相信这令牌是真的吗？见状，江婉诗小脸大变，赶忙开口阻止。然而楚风却是微微一笑，不管真假事实便知。我倒觉得那丫头不会害我，何况就算是假的，那又如何？最多是被众人嘲讽一番，然后再乖乖排队罢了。江师姐在乎世人眼光，我无情却不在乎，你不必陪我，我自行前去便可。话罢，楚风身形一纵，便向入口飞去。无情师弟，你等这一刻！江婉诗本想追随而去，但是最终抿了抿嘴唇之后，还是收回了那已然踏出的小脚，并未继续追赶过去，因为他坚信那令牌肯定是假的。虽说与这里的天才相比，他江婉诗算不上什么，但是毕竟师出名门，在整个鸳鸯台那么多隐士的弟子之中，他也算是1号人物，所以他还不想丢这个人。铁凡兄，快看，那家伙竟向入口飞去了，他不会真的要拿那假令牌去浑水摸鱼吧？之前被楚风击退的一品武军指着天际说道：“应该不会，除非他脑袋被门挤了，才会做出这么蠢的行为。”铁凡摇了摇头，他并不觉得楚风像是一个这么没智商的人。真的，你们快看，他真的过去了。那人继续说道：“不会吧？莫非他真的是个蠢货不成？”而眼睁睁的见到楚风落入了队伍的最前方后，哪怕是铁凡也是吓了一跳，满脸的不可思议。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不排队？竟然站我前面了，还不滚到后面排队去？站在队伍最前方的是一位一品武军，本来他前方的人刚刚进入，轮到他拿出证明身份的物件接受审查了，可想不到楚风却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了他的前方，这让他勃然大怒。就是哪里来的没教养的东西？没看到所有人都在排队吗？你算什么东西，竟敢不排队？与此同时，男子身后的人也都怒了，毕竟他们辛辛苦苦走到这里，可都是经过了漫长等待的，而此刻把守结界入口的乃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名老者也是一位武军，但修为却很高，竟然是位6品武军，比诛仙群岛的绝世天才亚飞还要高出1品。他打量了一下楚风，也并未觉得楚风这样的修为能够收到缥缈仙令，所以很是严厉地说道：“速速回去排队，若要破坏了规矩，不管你来自哪里，都别怪老夫对你不客气。我有缥缈仙令，难道也要排队吗？”对于老者的训斥，楚风却是淡然一笑，随后亮出了手中的令牌。缥缈仙令，就凭你也会收到缥缈仙令？依我看，是在刚刚那名乞丐女子那里买的吧？而见到楚风手中的令牌之后，还不待老者开口，身后排队的众人便是一阵大笑，都觉得楚风手中的令牌是假的。至于那老者，也没有正眼看过一眼楚风的令牌，而是冷声喝道：“真是不知悔改！先前我已经警告过，不可再拿假令牌来此浑水摸鱼，而你却如此冥顽不灵。是老夫之话如耳边风，看来今日必须给予你一些教训不可。”说话之间，老者剑眉倒竖，一股磅礴的威压便狂涌而出，向楚风冲击而来。然而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却是临危不惧，而是手持令牌对着老者说道：“你看都没看，便知这是假的。”而也就在这时，楚风手中的令牌竟然发出一股无形的冲力，那冲力不但将老者的威压瞬间吞噬，更是将老者冲击的倒退数步不止。而这一刻，老者不由面容大变，再度看向楚风手中的令牌，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随后便赶忙站回原地，对着楚风施以大礼：“老夫愚钝，竟没有看出这是真的缥缈仙令，还请少侠莫怪。”什么？那小子手中的缥缈仙令竟然是真的？对于老者突然之间的变化，楚风身后那群等着看热闹的人顿时惊掉了一地下巴。前辈尽职而已，不过我还有一位师姐与我一同前来，不知她能否与我一同进入？楚风微微一笑，尽管先前老者不善，但他也没有太过难为老者，毕竟这位老者修为如此之强，不管他在缥缈先锋担任什么职位，但就冲他的修为，在这么多人面前，楚风也不能抹了对方的面子。不知少侠的师姐姓甚名谁，来自何处？果不其然，对于楚风的客客气气，老者也很是满意的微微一笑，对待楚风的态度更加和善起来。与此同时，老者开始翻阅起手中那厚厚的本子，在上面密密麻麻的记载了东方海域各门各派所有人的名字，是核对身份用的。我师姐叫做江婉诗，乃是鸳鸯台秋水道姑的弟子。楚风如实说道：“原来是秋水道姑大人的弟子，
缥缈仙姑大人与秋水道姑大人乃是至交，出门前曾特意交代过，若是秋水道姑大人以及他的弟子来此，可以直接进入，无需令牌，只需证明身份即可。老者有些意外地说道：“那就多谢前辈了。”而楚风也万万没想到，原来缥缈仙姑早有交代，所以他便赶忙将江婉师召唤过来。经过了简单的身份验证之后，二人便在无数人那吃惊的目光下，踏入了缥缈仙峰。不是吧？那小子和那丫头竟然进去了？他们真的插队进去了？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拿的缥缈仙令是真的？可是他这样的修为，怎么可能有收到仙令的资格？对于这样一幕，几乎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尤其是那之前与楚风等人有过冲突的铁凡等人，一个个更是目瞪口呆，脸上的表情要多精彩有多精彩。在进入缥缈仙峰之后，楚风与江婉师被带到了一处山峰休息。这座山峰之上有着数座宫殿，虽然谈不上多么奢华，但却别有一番韵味，建筑风格清新自然，与这缥缈仙峰的美景巧妙融合。虽说居住条件不错，但是行动可不自由。一路走来，楚风发现这缥缈仙峰的高手还真是不少，而且很多地方都有人把守，除了居住的特定区域是不允许擅自闲逛的，哪怕是如楚风与江婉师这种受到上宾待遇的人也是不行。这里的护卫还真不简单，竟然全部都是五军境。宫殿内，楚风感叹道：“那是当然了，缥缈仙峰可是能够延年益寿的奇地，这也是很多隐士高人愿意来到此处为缥缈仙姑效力的主要原因。不过虽说他们的修为都不错，但是在缥缈仙峰上却没有什么身份。缥缈仙峰除了缥缈仙姑之外，便唯有春夏秋冬4位师姐身份最高，其他人乃是他们使唤的佣人而已。”江婉师道：“那这样说来，除了春雨、夏雨、秋竹、冬雪4位，缥缈仙姑便没有收过其他弟子？”楚风好奇地问道：“这4位师姐乃是缥缈前辈精心挑选的弟子，皆是真正的天才，远非我等姐妹可比。”提及春夏秋冬4人，江婉师的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些许惭愧之色。江师姐的天赋已是非常料的，再过几年未必就不如他们。楚风看出了江婉师的自卑，不由安慰道：“无情师弟，你真是过奖了。外人不知道，我自己清楚。我们姐妹与春夏秋冬4位师姐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她们乃是缥缈前辈精挑细选的天才，不仅是天赋，哪怕美貌也在我等之上，乃是人上人，天才中的天才。而我们不过是师尊心善收养的锅罢了。若不是师尊全心栽培，我们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事实上，就连我们拥有的精神力，都是师尊耗费了巨大心思传授于我们的。”说到此处，他更显惭愧，因为他内心清楚，他不过是一个耗费了巨大资源才勉强算得上天才的人而已。若不是他的师尊是秋水浮烟，那么他如今的成就定然平庸至极。江师姐，千万不要这么想。虽说大量的修炼资源的确能够让一个人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若这个人资质平平，那么成就也会有限。江师姐如此年纪，已有如此修为，五军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你要知道，在我成长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能够踏入旧五军境，在那里，五军就是传说，能够踏入天武境的都是绝顶的天才。可是你知道那座大陆有多少人吗？随便一座势力都有几百万弟子，大一点的势力甚至有1000万弟子。但就算如此，却也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踏入天武而已，大部分人全都止步于玄武境。若是以江师姐的天赋都算是平庸的话，那么那些人又算什么呢？楚风安慰道。果不其然，听到楚风的话后，江婉师的脸上涌现出了一丝转喜之色。当然是真的，江师姐若是不信，日后我可以带你去九州大陆一游，带你看看我成长的地方。楚风满脸肯定地说道。好啊，这可是无情师弟答应我的，千万不要反悔，绝不反悔。尽管心里清楚，楚风的一番话是安慰自己，但是江婉师的心中还是感觉舒坦了不少。之后二人又聊了许久，还一同用了晚饭。只是入夜之后，也不见秋水浮烟来找他们，所以江婉师便返回自己的休息之所。至于楚风，也并不担心什么。虽说颜如玉在秋水浮烟那里，但是他相信秋水浮烟拥有保护好颜如玉的能力。而就在次日清晨，楚风的房门便被打敲响了。开门一看，竟然是秋水浮烟与江婉师。不过除了他们外，还有一位大人物，这位自然便是这缥缈仙峰的主人缥缈仙姑。据江婉师所说，缥缈仙姑已经活了近1000年，所以楚风本以为她是一个老到不能再老的老太太。可是事实上，缥缈仙姑从外表来看不过是中年而已，虽然长相并不出众，可以说是平平无奇，但是她的身上却有着一种独有的气质。总而言之，此女的实力绝对强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缥缈仙姑看到楚风后，顿时双目一闪，2道凌厉的目光便如无形的利刃一般穿透了楚风身体，开始仔仔细细打量起楚风。不仅要看穿楚风的修为，似乎还要看穿楚风的本性。而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不由得感觉毛骨悚然，因为当那目光渗透他身体之时，他真正的见识到了这位老妖怪的强大，甚至他与秋水浮烟都完全不是一个层次，是真正的绝世高手。不过好在，哪怕那缥缈仙姑的目光再凌厉，可也无法看透楚风丹田内的神雷，他最多能发现楚风的血液内有特殊的力量而已。而这种特殊不会让人觉得楚风很怪异，反而会让人觉得楚风很强大，因为这是常人所没有的力量，并且完全没有副作用的力量，是真正属于楚风，并且似乎能够伴随楚风成长的力量。这说明了楚风的修武天赋极高。而至于那缥缈仙姑，虽然看出了楚风的与众不同，但脸上依然是风轻云淡，没有丝毫变化，平静地问道：“你是秋残风的弟子？”回前辈，晚辈楚风的确是秋残风的弟子。楚风拱手施礼，如实回道：“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缥缈仙姑看出了楚风戴了遮盖容颜的面具，但似乎并未看清楚风的真实面容。回前辈，
此乃家师的意思。不过对于前辈，楚风不敢有所隐藏。楚风说话之间，摘下了脸上的百变面具，露出了自己真实的面容。无情师弟，你当看清楚风本来面目后，缥缈仙姑并没什么，但是江婉师可就是满脸惊讶。他虽然早就知道无情并非楚风真名，并且掩饰了真正面容，但是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楚风的真正面容。之前的他本以为楚风的真容与现在的他没有太大差异，但此刻却发现竟然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真正的楚风虽然外表上谈不上帅到掉渣，但眉宇之间却有着一抹独有的英气，看着比那伪装之后还要顺眼舒服的多，让人只看面容也觉得此人必成大器。但最让江婉师吃惊的却是楚风的实际年龄，但从面容看，明明还算不上一个青年，说其是少年更为贴切。一个少年便踏入五军境，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让江婉师忍不住惊叹：楚风的修武天赋究竟强到了何种境界？虽然修为还算不上绝顶，但天赋还是不错。秋残风的眼光很是独到，我缥缈仙锋的武文仙境，再过几日将要开启，你可愿意进入其中？缥缈仙姑问道。晚辈愿意，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楚风岂有不愿之理？这个你收好，待武文仙境开启，你也不必经过筛选，可以直接进入。而我这缥缈仙锋，你日后也可以随时出入。说话之间，缥缈仙姑将一块令牌递给了楚风，竟是缥缈仙令。楚风多谢前辈。楚风虽已有此令，但是能够得到缥缈仙姑亲自的令牌，这可是一种荣幸。婉师，你今年多大了？缥缈仙姑看向了江婉师，回缥缈前辈，婉师今年刚好22岁。江婉师恭敬回道：以你的资质，6年之后进入武文仙境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还需努力才成，可不要辱没了你师尊的名号。缥缈仙姑说道：婉师定会加倍努力。虽然江婉师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但是楚风却看出他已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缥缈仙姑第一次见楚风，便赐给了楚风缥缈仙令，但是江婉师身为秋水伏烟最得意的弟子，多次来此却还未得到缥缈仙令，这说明缥缈仙姑并不中意于他。秋水，我先走了，那个孩子的事你与楚风说一下吧。缥缈仙姑留下这句话后便消失不见，连殿门都没有进。在此之后，秋水伏烟带着江婉师进入了楚风所在的宫殿，关上殿门后才对二人说道：缥缈仙姑的性格就是如此，但是本性很好，你们都不要介意。而对于秋水伏烟的话，楚风也只是微微一笑。人与人不同，有的人看着非常好，但实际上心肠很辣，表面上大仁大义，背地里坏事做尽。但有的人不善言谈，给人一种冷若冰霜之感，但却有一颗救苦救难的心。他觉得缥缈仙姑就是这种人，所以他并不介意，而是问道：秋水前辈，刚刚缥缈前辈所说的孩子是指颜如玉吗？听到楚风的话后，秋水伏烟有些诧异，随后笑道：你很聪明，缥缈仙姑已经见过颜如玉，如今颜如玉不仅在他手中，昨晚更是用了一夜时间，用来驱逐颜如玉体内的魔物。不过可惜，颜如玉体内的魔物并不是那么好驱除的。听缥缈仙姑说，颜如玉体内的魔物应该来自远古时期，并且本是处于无形。颜如玉应该是修炼了某种特殊的功法，所以才让无形的心魔在他体内重生。颜如玉曾修炼过禁忌玄功，难道说那个占据了他肉身的魔物是通过这个重生的？楚风略感吃惊地问道。那就多半是这样了。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很是不可思议，但是据缥缈仙姑说，在远古之时，的确是有这样一种邪恶的魔物，借助这种方法进行重生。只不过这个魔物只能附身于第一个修炼此功的人身上，所以说颜如玉从一开始修炼此功之时就已经被附身了。听仙姑说，按理来说这魔物应该一直寄生于颜如玉的体内，让颜如玉慢慢成长，而他则悄悄吞噬颜如玉的一切，待得时机成熟，便一举占据颜如玉的肉身，从而彻底重生。不过如今的情形显然有些特殊，多半是发生了意外，导致魔物无法继续隐藏，不得不提前现身，这才导致颜如玉的意识尚存，与魔物共争肉体的情况发生。而我想，那个导致这场意外的人应该是你吧？秋水伏烟问道。应该是在想。楚风尴尬的点了点头，见楚风点头承认，秋水伏烟双眼微眯，涌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似乎他知道导致魔物不得不提前现形的原因是什么。不过秋水伏烟既没批评，也没点破，而是对楚风说道：虽然你有过错，但也不必自责，因为若不是你，等待颜如玉的只有死路一条，而他如今的一线生机，可以说是你争取来的。秋水前辈，难道说就连缥缈仙姑也无法救颜如玉吗？楚风听出了一些端倪，脸上涌现出担忧之色。来自远古时期的魔物会弱吗？若不是他肉身早失，如今刚刚重生未成大器，莫说是我们，就连缥缈仙姑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整个东方海域都要遭殃。秋水伏烟道：那怎么办？难道任由他吞噬掉颜如玉的灵智，占据颜如玉的肉身？楚风越发担心，不过随后念头一转，更加担忧的道：缥缈仙姑该不会是要杀掉颜如玉吧？不会，虽说那妖物很难对付，但也并不是无法对付。如今就有一个方法能够对付他，但却需要一件物品相助。秋水伏烟道：什么物品？楚风问道。武文仙莲。秋水伏烟道：武文仙莲是在武文仙境之中吗？楚风问道。楚风，你真的很聪明，你说的没错，武文仙莲是非常稀少的物品，至今为止只在武文仙境之中找到过，并且这武文仙莲非常难找，而进入武文仙境后，所有人都会尽全力的寻找武文，所以要想找到武文仙莲，只能靠你自己，没人会去帮你。秋水伏烟道：这么说来，缥缈前辈是为了想让我寻找武文仙莲，才赐我这缥缈仙令的。楚风再度看向手中的令牌，不免多了一些复杂之色，也不完全是这样，不过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总之，给了颜如玉一线生机的是你，而如今能够彻底救她的也是你。对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说一下。秋水伏烟说道。
什么事？楚风问道。那就是颜如玉成功驱除体内的魔物后，缥缈仙姑会收颜如玉为弟子。这件事，我只是与你打声招呼，因为莫说是你，既然缥缈仙姑想收她为弟子，哪怕是颜如玉自己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秋水拂烟很是凝重地说着此事，也侧面地告诉了楚风，这缥缈仙姑有多霸道。缥缈仙姑如此利傲的能够拜入他的门下，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相信颜如玉会以此为荣。楚风笑道：那就好，进入武文仙境的人还需进行筛选，这些日子你先好好休息。留下这句话后，秋水拂烟便带着江婉师离去了。只不过在秋水拂烟二人刚刚离去，楚风的店门便被人敲响。打开店门后，发现是一名年轻的女子。这女子穿得很是朴素，长得也颇为清纯，虽然谈不上什么倾国倾城的美貌容颜，但看着却很顺眼。最主要的是，这名女子的修为竟然在天武七重。这位姑娘，你有事吗？楚风客气地问道。是无情公子吧？我乃缥缈仙锋的侍女，奉仙姑之名带公子去月星殿观赏武文仙莲的画卷。女子很是恭敬的道。原来是这样，那就有劳姑娘带路了。听得此话，楚风虽是微微一笑，但实际上内心却也颇为震撼。尽管他已经知道这缥缈仙锋上高手如云，但万万想不到一个侍女都拥有天武七重的修为，也难怪那缥缈仙姑不看好江婉师。因为这样一对比，江婉师还真算不上什么天才，这就是所谓的人比人比死人。不能怪江婉师天赋太弱，只能说这缥缈仙锋之上的高手实在太多。姑娘，你也是仙姑的弟子吗？路上，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他很不解那些实力强大的老头子为了延长寿命，所以才效忠这缥缈仙锋。楚风倒也能够理解，可是这位女子年纪轻轻，本该有大好前途，无论在哪座门派都能得到不错的待遇，何苦来这里做个侍女，服侍他人呢？公子实在高看我了，以我的天赋，怎么可能成为仙姑的弟子？我真的只是侍女而已。不过虽是侍女，但仙姑待我等也是不薄，我们不但会得到不凡的修炼资源，还能够得到春夏秋冬4位大人甚至仙姑的指点。所以哪怕在此处做着侍女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却能够享受到外人梦寐以求的待遇。侍女似是看破楚风的不解，详细的解释道，不但不以侍女为耻，反而为此自豪。原来是这样，在下明白了。楚风点了点头，这位侍女的话语已经解开了他心中的所有疑惑。虽说在这缥缈仙锋之上，真正的主人只有缥缈仙姑一人，而他的弟子也只有春夏秋冬4人而已。在整座缥缈仙锋之上，唯有他们4人身份最为高贵，其他人不过是护卫侍女之流。但是哪怕只是护卫和侍女，却也能够享受到缥缈仙锋独有的修炼方法和特殊的修炼资源。这也是为何这么多高手愿意放下身份来此担任如此卑微职位的原因。他们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能够在修武一途走得更好更远。从表面上看，他们担任的职位很是卑微，但实际上却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待遇。相信哪怕是缥缈仙锋的护卫和婢女，也是许多知情人羡慕的对象。随后在侍女的带路下，楚风穿过了层层平时进行的山路，最终来到一座山峰之上。这座山峰四周云雾缭绕，瀑布奔腾，环境优雅，宛如仙境。而在山峰之上，有着一座由白砖白瓦建造，气势恢宏却又美轮美奂的宫殿，且在殿门的上方的牌匾上写着月星殿3个大字。公子，就是这里了。在这月星殿内，有很多关于武文仙境的记录，也有武文仙莲壁画，不过这里是不允许我们侍女进入的，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侍女说道。有劳姑娘了。楚风微微一笑，便向月星殿内走去。可还未进入月星殿，楚风便已发现在这殿内有着至少20人，全部是年轻人，并且皆是5军境，修为最弱的都在2品5军，实力最强大的甚至达到了5品5军，与亚飞一样强。不过楚风也没有理会这些，而是径直地向殿内走去。站住，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然而楚风还未进入，殿门口便传来了一声厉喝。定目观望，是2名年轻男子，他们衣着华丽，有着2品5军的修为，但楚风可以确定，他们一定不是缥缈仙锋的人。你们是何人？有何资格阻拦我？楚风不屑地扫了2人一眼。我们是何人？我们乃是收到缥缈仙姑仙令的人。其中一位道。没错，这里可是月星殿，没有收到缥缈仙令的人不允许踏入。另一位也是趾高气扬的道。怎么回事？见殿门口有人正常，又有一位修为在2品5军的男子凑了过来。原来是林公子，这个家伙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竟然想要混入月星殿。我们不过是警告他一番而已。2名男子一同说道。这种人何必与他废话，直接叫先锋上的护卫过来，将他驱逐出去即可。然而这位所谓的林公子更是没有正眼瞧过楚风一眼，比那2个人还要高傲。对于这种人，楚风向来不惧，正准备拿出缥缈仙令狠狠地打他们3个脸的时候，却突然眼前一亮，因为他发现一道身影正在接近。无情师弟，你来了！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倩影也是如同翩翩飞舞的蝴蝶一般，自3人的中间来到了楚风的身前。这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长得不仅漂亮，脸上还挂着阳光的笑容。她身穿一件粉色长裙，将她那阳光的笑容衬托得更加灿烂，并且这名年轻的女子竟然是位4品5军，修为远在这3名男子之上。春武姑娘，你认识她？见到这名女子，3人都是一愣，脸上不同程度地涌现出了吃惊。而听到3人的话后，楚风的面容也是不由微微一变，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此女的身份，竟然是缥缈仙姑的4名得意弟子之一。春武，此乃无情师弟，家师亲自邀请来此，你们3个在这里做什么？春武笑着扫向3人，但那目光中却有着一抹凌厉，与看向楚风的目光完全不同。听得此话，3人更是脸色一变，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他们万万也想不到，这个看着平平无奇的小子
会有着这种不寻常来头，竟是缥缈仙姑亲自邀请来此。而从春武那种喜悦的模样，他们也能够看出，这楚风的身份绝对不简单，因为他们可没见到春武对其他人这般热情过。这一刻，他们三个下意识的暗叫不好，知道是惹到不该惹的人了。没事，只是这三位兄台以为我没有缥缈仙令，是投机取巧混进来的，正准备将我驱赶出去呢。楚风面带微笑，看似在诉说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实则已经将三人的恶行告知了春武。是误会，是误会。听得楚风之话，三人顿时面容苍白，吓得身体都是剧烈一颤，一行行冷汗自脸上滑了下来，不知该如何解释是好。三个得势小人，无情师弟也是你们能拦的？春武冷冷地瞥了三人一眼，但也没有与他们太过计较，而是便对楚风说道：无情师弟，不必理会他们，快随我来，我带你去看武文仙莲。话罢，便带着楚风向月星殿内行去。而看着楚风与春武离去的背影，那站在门口的三人则是面容阵阵转变，内心是说不出的悔恨。虽然他们的确拿到了缥缈仙令，得到了缥缈仙锋的认可，但是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在所有收到缥缈仙令的人中，他们三个不过是垫底的存在而已。本想借着驱赶擅入者博得一些好感，却想不到阴差阳错惹到了煞星，所以他们内心都知道，他们完了，得罪了春武姑娘，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绝对没有好果子可吃。对于这三人的心理变化，楚风可懒得理会。此刻他正在春武的引领下，向那缥缈仙莲的方向走去。而一路走来，楚风也是发现这月星殿很大，大殿也不止一座，主要记载了武文仙境内的一些情况，在此处能够对武文仙境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不过只有收到缥缈仙令的人才能够进入此处。但相比于这些，楚风此刻更好奇这春武。他之前明明未曾见过春武，可这春武却似乎早就认识他，并且对他非常热情，以至于一路走来，所有看到他与春武并肩前行之人都不由得投来了诧异的目光，尤其是男子们，那目光之中更是藏有浓浓的醋意和怒意。这就是武文仙莲了。经过短暂的辗转之后，二人终于来到一幅巨大的壁画之前。这幅画中画着一个金色的莲花，不只是漂亮，更多的是霸气，因为在那金色的花瓣之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咒纹路，符咒纹路也是金色，但却一眼明了，让人只看一眼就知道此朵莲花绝非凡物，真是漂亮。我也想亲眼看看真正的武文仙莲呢。在楚风用心记住这武文仙莲的特征之时，春武也是一同注视着这幅画，只不过相比于楚风，他则是单纯的欣赏，并且还有着些许向往。春武师姐，我们之前有见过吗？出于好奇，楚风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记得之前从没见过这个春武，但春武却明显认识他。春武掩嘴轻笑，极其动人，随后摊开白皙的玉手，放在了楚风的身前。既然已经进来了，又得到了家师的恩赐，就把我的那块缥缈仙令还给我吧。听得此话，楚风眼前一亮，不由重新审视起眼前这位美艳的女子，随后惊讶地问道：春武师姐，你不会是昨日的那个？还真认不出来了，看来师姐给我的易容丹还真是厉害。嘻嘻，没错，我就是当日售卖假仙令的那位脏女人。春武甜甜地笑着，脸上还洋溢着满满的得意之色。而得知真相之后，楚风则不由长舒了一口气，暗道：难怪这春武对我会这般热情，原来她就是那个脏兮兮的女子。无情愚钝，昨日未能认出春武师姐，多有得罪之处，还望春武师姐莫怪。楚风施以一礼，与此同时，将春武昨日赠送他的缥缈仙令还给了春武。没事没事，我有心伪装，你们自然认不出来。若是能被你们认出，那我还怎么调皮捣蛋了？春武调皮一笑，收起令牌后，又对楚风问道：无情师弟，可记住了这武文仙莲的样子？若是见到，定能认出。楚风点了点头，那就不要在此就留了，我带你去见见我的三位师姐。我听说我大师姐今天可是从我师尊那里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说话之间，春武竟探出玉手，抓住了楚风的大手，拽着楚风便奔跑而起，向另一座大殿行去。三位师姐，春武师姐，不是说缥缈仙姑只是收了4个弟子吗？你又从何来了3位师姐？路上，楚风不解地问道：是4个弟子啊？春武先是点了点头，随后似是恍然大悟，于是灿烂一笑：哦，我知道了，你肯定觉得我春夏秋冬，我是老大，所以我应该有3个师妹才对。我对你说3个师姐，你反倒不明白了对吗？楚风点了点头，实话告诉你吧，那是不知情的胡乱猜测的。我们姐妹4人，夏雨才是大师姐，冬雪是2师姐，秋竹是3师姐，而我这个外人眼中所谓的大师姐，实际上是小师妹哦。人家今年才刚刚22岁，哪里像是大师姐？说到此处，春武撅起小嘴，满脸的撒娇卖萌，极其诱人可爱。这位缥缈仙姑的正式弟子，完全超出了楚风的想象。本来楚风以为，身为缥缈仙姑的弟子，定然是高傲到没边，但却想不到这春武竟然是一个如此顽皮可爱的丫头。说其是个女孩更为贴切。总之，这春武的性格，楚风喜欢。在春武的带领下，楚风来到了一座不是很大，但却很是静止的大殿。这座大殿的中心有一张玉制的桌子，而在那桌子之外，则围拢着5男3女。5名男子相貌堂堂，实力不凡，其中4名是3品武军，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更是1名4品武军。相比于那5名男子，3名女子更是利奥德，2名4品武军，其中一位竟是5品武军。显然，她就是之前楚风在殿外感应到的最强存在。而抛开实力不谈，3名女子的外表更是不俗，皆可称得上是绝色美女。尤其是那名修为在5品武军的女子，虽然单从五官来论，并未必春武强上多少，但是她独有的气质却将她衬托得很是完美。但也正是她的气质，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无论是实力还是美貌，此女的确要胜过其他2位，包括春武。所以想都不用想，楚风也知道她是谁。
想必定然是名扬东方海域的大美女秋竹。夏雨师姐、冬雪师姐、秋竹师姐，你们看我带谁来了？进入大殿后，春武笑嘻嘻地呼喊道。然而，当人们将目光投来之后，却都不同程度上的闪现出了诧异和吃惊，尤其是那位夏雨师姐，更是板起面容，冷声喝道：“小武，男女授受不亲，你这样与人拉扯，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夏雨师姐，人家哪有拉拉扯扯？见状，春武赶忙放开了那抓住楚风的手，随后卖萌一笑，指着楚风说道：“他叫无情，是与鸳鸯台的秋水前辈一起来的。师尊赐予了他缥缈仙令，可以与我们一同进入武文仙境。”听得此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再度一变，不由得重新审视起楚风来。可是当发现楚风那一品武君的修为后，所有人的眼中都涌现出了失望之色，因为楚风戴的是百变面具，所有连自己的双眼都能掩饰，他们看不到楚风真正的双眼，自然也就看不到楚风此刻眼中凝聚的3种雷霆，所以也看不出楚风如今一品武君的修为是动用了特殊的力量，都觉得楚风平庸至极，至少与他们无法相比，没把楚风放在眼中。于是夏雨、秋竹、冬雪3人并未与楚风说话，而是直接转过身去。至于其他5名男子，都是满面殷勤的与春武打了声招呼，但却没人理会楚风。对于这种情况，楚风早就见惯不惯。普天之下，强者为尊，强者眼中，弱者根本就不配与他们做朋友，尤其是这些天才，那就是如此。所以楚风也没有怪他们什么，毕竟这是人之常情。若不是之前春武与他有过交集，说不定今日春武见到他也会是这样的不屑态度。夏雨师姐，你不是有好玩的东西吗？快拿出来瞧瞧！春武蹦蹦跳跳的凑了过去，很是腻歪的扯着夏雨的袖子。你这丫头就知道玩，这个就是了。夏雨将手指向了桌子上的一幅白纸之上，这是什么？春武眨巴着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此乃变化莫测图，乃是师尊的宝物，对界灵师有着莫大的好处。今日师尊将此图交给我，让我拿过来给大家来玩玩。夏雨解释道。那这图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吗？春武继续问道。奇妙到让你想象不到。夏雨得意一笑，随后意念一动，一缕精神力便注入那白纸之上。精神力一入，那白纸顿时产生了变化，竟然浮现道道纹路，并且很快形成了一幅山水画。与此同时，还有一行字，那便是此画之中几道瀑布，几道瀑布，这是什么意思？春武继续问道。这画中隐藏着瀑布，并且一道比一道难以发现，唯有强大的界灵师才能看见。看过之后，可用手指将答案写在这画卷之上。若是答案正确，将会得到一股特殊的力量，能够强化你的精神力；若是答案错误，也会得到一股特殊的力量。只不过这股力量不但不会强化精神力，反而会削弱你的精神力。夏雨解释道。竟然这么有趣！听得夏雨的解释后，春武开心的手舞足蹈，瞪着眼睛便开始仔细查探起来。与此同时，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不由凑了上来，仔细的观察起这幅所谓的变化莫测图。